欢迎来到 Sin Learning Chinese， 每天通过故事一起学中文。今天的故事是奔向星空的女孩。在一个遥远的小山村里，有一个女孩叫小月，她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，家里有爸爸妈妈和一个弟弟。小月的爸爸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每天在田里劳作，妈妈则是个温柔但身体虚弱的女人，常常生病。小月的弟弟小星比她小5岁，是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。小月从小就知道家里很穷，生活很艰难，但她心里有一个大大的梦想，她想成为一名天文学家，研究星星。小时候，每当夜幕降临，小月就会爬上村后的小山坡，躺在草地上仰望天空。那满天的星星像无数个小灯笼，闪烁着神秘的光芒。她不知道那些星星叫什么名字，也不知道它们离她有多远，但她觉得它们在对她说话。她常常自言自语，总有一天我会知道你们的秘密。妈妈看到她这样，会笑着说，小月，你总是盯着天看，小心别掉到星星里去。小月笑着回答，妈妈，如果我能飞到星星那里，我会带你一起去。可是梦想对小月来说太遥远了。村里只有一所简陋的小学，老师不多，书本更少。小月读到5年级就不得不辍学，因为家里需要她帮忙干活。爸爸说，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早晚要嫁人，还是帮家里干活吧。小月虽然不甘心，但她知道家里负担重，只能听话。她每天跟着爸爸下田、挑水、喂鸡，忙得没有一刻停下来。可每到晚上，她还是会偷偷跑上山坡，看星星，想象自己有一天能离开这个小村庄。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。小月14岁那年，妈妈的病突然恶化。一天晚上，妈妈躺在床上喘不上气，小月急得哭着跑去找村里的医生，可医生说已经晚了。那天夜里，妈妈去世了。小月抱着妈妈的遗体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她抬头看天上的星星，却觉得它们突然变得冷漠，像是在嘲笑她的无助。爸爸从那天起变得更加沉默，弟弟小星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爱笑了。家里只剩下一片死寂。妈妈去世后，小月承担了更多的家务。她不仅要干田里的活，还要照顾弟弟。她知道弟弟是家里唯一的希望，爸爸说过要把他送去镇上读书。小月把自己的梦想藏在心里，默默地干活，默默地攒钱。她用捡来的废纸和别人丢弃的笔，偷偷在晚上写字，练习她从小学学来的知识。她没有书，就用记忆力把老师讲过的课复述给自己听。她告诉自己，即使我不能读书，我也要让小星有未来。几年过去了，小星长大了，考上了镇上的中学。小月很开心，但家里却更穷了。为了供弟弟读书，爸爸把家里唯一的一头牛卖了，还欠了债。小月决定出去打工。她听说城里有很多机会，于是带着几件破衣服和妈妈留下的一个小布包，坐上了去城里的长途车。那年她才17岁。城里的生活比小月想象的还要艰难。她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饭店洗碗，每天从早上6点干到晚上10点，手被热水烫得红肿。她住在饭店后面的一个小储藏室里，里面只有一张硬板床和一张破桌子。工资很低，但她每个月都省下大部分寄回家。晚上，她累得几乎睁不开眼，可她还是会点起一支蜡烛，拿出纸笔，继续写字。她开始从垃圾堆里捡书，哪怕是破旧的课本或杂志，她都如获至宝。她最开心的一次是捡到一本天文学入门书，书页已经发黄，
但他小心翼翼地读了一遍又一遍。在饭店干了2年后，小月攒了一点钱，她决定换一份工作，去一家工厂做流水线工人。工厂的活更累，但工资高一点。她每天站在机器旁12个小时，双腿肿得像木头，可她从不抱怨。她用工厂发的工资买了一台2手收音机，晚上听广播里的科学节目。她学会了很多新词，像银河系、黑洞、恒星，这些词让她觉得离梦想近了一点点。有一天，工厂里来了一个志愿者团队，说要给工人办夜校。小月听到这个消息，激动得几乎没睡着。她鼓起勇气报名，虽然她只有小学5年级的学历，可老师说，只要你想学，就可以来。夜校每周上2次课，教数学、语文和一点科学知识。小月每次下班后都拖着疲惫的身体去上课，坐在最后一排，认真地记笔记。老师发现她特别喜欢问关于星星的问题，就借给她一本旧的天文学书。小月捧着书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她说：“老师，这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。”夜校的日子成了小月最快乐的时光。她开始明白，星星不只是天上的光点，它们有名字，有故事。她学会了用简单的公式计算星星的距离，还知道太阳系有8大行星。每次抬头看天，她不再只是梦想，而是觉得自己正在靠近它们。老师鼓励她：“小月，你很有天赋，应该去考大学。”可小月苦笑着说：“老师，我连中学都没读完，怎么可能？”但老师的话在她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。她开始想，也许她真的可以改变命运。于是她一边工作一边自学。她用工厂发的纸张写满了笔记，每天只睡4-5个小时。3年后，她攒够了钱，辞掉工厂的工作，回到了镇上。她找到一所成人学校，报名参加高考补习班。那年她已经23岁。12，0比2比45.000，0比3比0.000。补习班的日子很苦，同学们都比她年轻，有的嘲笑她，这么大了还高考，不是浪费时间吗？可小月不在乎，她每天早上5点起床，背单词，做数学题，晚上复习到深夜。她把妈妈留下的布包挂在墙上，每次累了就看看她，仿佛妈妈在对她说：“小月，别放弃。”经过1年的努力，她参加了高考。她坐在考场里，手心全是汗，但她告诉自己，这是我离星星最近的一次。考试结果出来那天，小月紧张得不敢看，她请老师帮她查成绩。老师笑着说：“小月，你考上了。”她考进了一所大学的物理系，主修天文学。小月听到这个消息，哭着笑了。她跑回村里，跪在妈妈的坟 TRC， 说：“妈妈，我做到了，我真的要去看星星了。”大学的生活并不轻松，小月比同学大很多，基础也弱，但她从不退缩。她白天上课，晚上打工，周末去图书馆。她用奖学金买了一架小型望远镜，每晚在宿舍楼顶看星星。她学会了辨认星座，计算恒星的亮度，还写了一篇关于彗星的论文，得到了教授的表扬。4年后，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，成了一名天文研究助理。小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，她用第1份工资给弟弟买了书，又寄钱回家修房子。她回到村里，把爸爸和小星接到了城里。她还在村里办了一个小小的阅读室，把自己的旧书捐出来，让村里的孩子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。她告诉他们，只要有梦想，就一定能飞到星星那里。如今，小月站在天文台里，望着满天繁星。她手里拿着一架望远镜，脸上带着微笑。她知道，这一路走来，她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
也点亮了妈妈留给她的希望。她抬头对星星说：“妈妈，您看到了吗？我终于奔向了星空。” Thanks for watching. If you enjoyed the video, please like, comment, and subscribe. You can also download free Chinese learning materials in the description below.